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一场关乎全球美元命脉与地缘政治版图的无声海啸正进入最后45天的致命倒数。你可能很难想象，当全球金融市场还在为联准会的利率路径争论不休时，一场即将重启的军事攻击警报已经在华尔街底层悄然拉响。202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历史性大典正演变成川普总统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终极死线。如果外交谈判在未来的6个星期内继续陷入死胡同，一场旨在解决中东能源咽喉的祭旗之战将雷霆重启。这不仅是一次地缘政治的军事冒险，更是一场将对全球原油定价、美元汇率以及债券市场进行史无前例重塑的金融大地震。根据国际顶级投行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政治与宏观经济深度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与伊朗在经历短暂停火后，目前全面协议谈判已陷入冰冻期。野村指出，自今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首轮攻击以来，这场冲突已延续将近3个月。尽管攻击首日伊朗最高指导人哈梅内伊已身亡，但美伊双方预期迅速摧毁其战力并逼其降服的计划在实体执行上已落空。随着荷姆兹海峡持续封锁、通膨预期急速飙升以及川普施政压力临近，全球资本市场必须对军事攻击重启的极端场景进行风险重估。野村证券指出，美伊自4月7日开始达成阶段性停火，但这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在停火的1个多月里，关于停火恒久化、海峡开放及伊朗停止核开发等3项议题的谈判毫无进展。野村报告进一步拆解双方谈判立场显示，美国强硬要求伊朗必须同时接受核开发彻底停止与立即无条件重开海峡，而伊朗则试图进行非对称的以物易物交易，即以重开海峡换取美国在实质上容忍其继续进行核开发。这种以核权力为筹码的底牌踩到了川普政府的外交与国安红线，也让和平解决的希望变得极其渺茫。地缘政治的复杂外交角力也让谈判时间表更加紧绷。野村证券指出，5月13日至15日期间，川普总统正式出访中国，使美伊间接谈判陷入事实上的一时停止状态。野村报告分析指出，美中首脑会谈虽就中东局势及伊朗核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意见交换，但随着川普行程结束，外交斡旋空间已被压缩至极致。面对国内高企的通膨压力与建国大典临近，美国政府的政策耐心正在以天为单位快速流失。这场中东对峙僵局正透过底层数据向金融体系传导剧烈震荡。野村证券指出，伊朗对湾岸诸国的实体攻击及荷姆兹海峡封锁直接导致原油价格暴涨，并无情地转化为高企的通膨预期。野村报告强调，近期全球主要债券市场收益率急剧攀升，其最核心驱动力正是来自损益平衡通膨率的持续上扬，这导致全球股市同步下跌，反映出资金在面临战争不确定性时的去杠杆行为。相反的，美元指数则在避险情绪推动下强劲上涨。野村团队警告，高油价、强美元与高美债殖利率的3高宏观环境正对金融市场流动性造成严重失血打击。针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政策与军事临界点，野村认为，中东僵局长期化正对全球科技股与高风险资产的估值进行一场残酷的去杠抗冲。当高油价推升输入型通膨，并将美债殖利率锁死在高位时，全球无风险利率天花板将被下压，进而收窄联准会降息空间，迫使大宗资金撤离新兴市场，转向黄金、大宗商品等防守性资产。华瑞认为，从川普总统的角度出发，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典前的倒数45天，将是其绝对输不起的政治生死战。他面临着3个不得不采取雷霆手段的刚性施政痛点。第一，是国内选民对通膨复燃的极度愤怒，高物价正蚕食其民意支持率。第二，是美国在全球地缘博弈中信用赤字的流失。放任伊朗以封锁海峡逼迫美国在核开发红线上妥协，将瓦解美军的安全威信。第三，则是间隔大典的历史时刻，川普需要一场前进利落的实体胜利来为大典献礼，并奠定历史政治定位。因此，华瑞认为，在外交谈判完全停滞的当下，川普政府在未来45天内重启军事打击以强行打破僵局的几率正呈现出非线性的暴增。若美军重启打击，
中东原油产量的实质性减损将瞬间将国际油价推向历史新高，并通过跨国供应链对台湾等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且以高科技硬体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带来严峻的成本转嫁挑战。不过，野村报告也指出，军事行动重启伴随极大的非对称反击风险。若伊朗对沙国、阿联等炼油基础设施进行饱和式袭击，将使荷姆兹海峡封锁无限期延长。此外，野村团队警告，单方面军事行动可能引发中国、俄罗斯等主要大国的强烈反弹，对全球关税、科技供应链造成二次阻断，使地缘风险溢价长期化，严重打击跨国企业资本开支信心。华瑞认为，川普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典前夕面临的这场中东祭旗危机，绝非简单的地区性武力威慑，而是全球信用体系、能源定价权与总体流动性面临历史性重塑的临界点。在紧迫的政治死线下，谈判要不就是在美军绝对威慑下彻底屈服，要不就是全球市场在未来6个星期内共同面临军事攻击重启、油价与美元双重暴涨的极端海啸洗盘。这对资产配置者无疑是一次高难度大考。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内化野村报告所揭示的底层真相，在操作上切忌在市场高位进行杠杆追高，更不能轻视地缘恶化对全球半导体物流、高精密供应链以及台湾寿险、金融板块带来的海外资产减值压力。我们应当将重心坚定且唯一的锚定在资产负债表极度健康、具备绝对技术垄断定价权且能持续提供强劲自由现金流的台股高阶硬体龙头上，并灵活拉高防守型高股息资产。唯有高度保持冷静、结构化的总经交易思维，用纪律与策略去对抗地缘政治情绪杂音，我们才能在这场祭旗风暴的考验中安然度过波动，并锁定属于我们长线的财富增值与资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